呢？热水库，哎，北平物业无虚库，看库，去马去，去！做乜嘢啊？做咩啫？你個衰仔咪仲發緊春夢啊？你咪仲諗緊奶啦錫你嗰下咧？不如你同哥哥交流下，咁究竟你嘅初吻甜唔甜啊？應該閉嘴吧。剛滿20歲的小伙子做這種夢很正常的呀，但是做完夢記得換內褲啊。你也不用不好意思，哥。我叫廖思遠，我都懂了，畢竟這個一直在喋喋不休的家伙是我哥，廖知白。這裡叫做布河，一個熱帶國家。隨着華裔越來越多，除了當地的布河語之外，中文也逐漸成為了日常交流的語言。自從10年前的一場大火之後，我和我哥就變得形影不離了。也是從那天開始，我的世界變得不一樣了。ถึงแล้วครับ在不在呀？又追上又想骗我。要不我们出去玩吧？你非要上课，你该不会是要见莱拉吧？你这年轻人真的是。哎，这不是你同班同学马洛吗？不熟，走吧。哇，新的插班生啊！廖思远，我的女人你也敢动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虽然咱俩不是朋友，但好歹同班了这么久，全班都知道我喜欢莱拉，你竟然敢当众亲她，
今天咱俩就像男人一样，好好决斗一下。你决斗吧，来吧，我去食堂。我先展示，我这腿法你见过吗？你顶得住吗？你再看看这脚，我这全是绝招，你能后招吗？哎，你后招吗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老孙啊，跟我回趟警局。我姐找我。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不害怕？正常人看到这个视频，早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我哥从小就带我见过尸体，这不算什么。叫我来干嘛？这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死者是谁啊？你同班同学，来啦。谁？人在乐谷本村塞帕梅地拉农红空安，那啥，那到汉农太后。零零四三成三正冇困境，皮粗两蚊琴蚊情蚊情蚊圈。没空么还那么一的，姑亚三路口那么耶，都演马汉都喂啊？谁？石头里那个女孩，我也不认识。你说开出那么一个大头，吓都吓死了。你们做过 DNA 对比吗？会不会搞错了？那我们警察是连死者的身份都确认不了，我们可能过来让你配合调查吗？苗孙，我跟你讲，新调过来的队长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你说话态度注点意。啊！哎，队长，廖思远，好久不见。我现在代表不合适警局，希望你配合。死的是我的同学，我一定配合，但我不想和他说话。10年前的大火案，我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着你哥的面，我也这么说。我们是同班同学，社会实践也在一起，私下里接触的不多。上次见他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可是我们走访了莱拉周围的关系，据你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说，你跟死者生前关系很不一般。喂，哦，哎呀，来了！今天衣品可以啊，比你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，今天显得好看多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加个 line 吧。装什么东西啊？你平时干些什么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哈？
小宋。不就是个赖吗？我给你不就得了？我给你俩拉个群，直接聊。别在这吵，上课呢。3000一晚，可以吗？3000现金还是刷卡呀？贾宋，你给我滚到厕所出来！主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个人他骗我。廖思远，我喜欢你。在谈恋爱吗？我说了，私下没有什么交集。没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会亲你啊？这个怎么解释？这是我们在莱拉家里找到的。案发前你出现在莱拉家里，是要隐瞒什么？我去送药。快请，快点别那坑。怎么是你啊？这是我们家的药店，你刚才叫了止疼药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有点胃疼。你脸色好差，要不要陪你去趟医院？没事儿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了，我还得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啊。根据头的腐化程度来推断，莱拉的死亡时间就是3天前，也就是说，她见完你之后就被杀了。可是根据监控，她家楼下就有一个开着门的诊所，而且这药在布河又常见。他为什么不下楼买药呢？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懒得下楼呢？如果不是距离的原因，有没有可能是那家诊所有他不想见的人？队长，提供原石的那个黑矿，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。但是就这种分尸案，按道理来讲，其他尸块离头颅的距离应该不会太远，所以我们现在以发现头颅的市场为中心，画了一个半径5公里的排查区。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其他尸块，而在于头。啊？一般分尸案中，头颅最难被发现，因为可以用来辨别死者的身份。但在这个案子里，头反而是最先被发现的。他定时定点的被从石头里开出来，为的就是引发舆论。能做到这点的人，
不多，除了一时市场老板就是购买人，当然其他市块也很重要。所以搜索范围要扩大到全市，这些山川、河流、废弃工厂、垃圾场这些地方都得查，并且凶手是耗费大量精力来准备的，说明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，不是激情犯罪。所以刚才廖思远说的那个诊所里莱拉不想见的人，或许是一条线索。查查我刚才说的3个线索间的重合点，也许能发现什么。明白，我这有事准备。思远，你怎么来了？警察局，我比你熟。你觉不觉得整件事情很奇怪？我们从头再来一遍。回看这天晚上，确实有点奇怪，这不像他平常的风格，化了一个淡妆，穿了一条平常不穿的白色裙子，他的眼神闪烁，不敢直视你，似乎在跟你隐藏些什么。不了，我还要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些不寻常的细节，表示他似乎已经预知到今晚要发生什么，所以他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是一无所知。但是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你说。综上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在保护你。也许，当时凶手就在他的房间里。我知道，莱拉的事情让你很难受，但跟之前我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。这是刑事案件，你只是个学生，你做不了任何事情，交给警察吧。交给那样的警察？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，好吗？提不提的你都是清白的。他如果真是一个好警察，他当年就不应该说谎污蔑你。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此次永安村廖家灭门大火案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接下来由这次案件中调查一线的见习警官舒和，为我们做调查结果的情况说明。经过我们几个月的调查，我们得出结论。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吸毒纵火案，凶手就是永安村的廖家长子廖志白。廖志白曾是警校学员，在校就有过吸毒史，也曾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天才警探。你杀我！你这个骗子！我们没有吸毒！你快说！我们没有吸毒！我们哥绝不可能吸毒！你快说呀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撒谎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骗子！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哭啊？老骆，你晚上有事吗？你找我来到底干嘛？走吧。坐呀。嗯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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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那些男的是因为得不到他才造他的榜样。莱拉不是那种人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可他喜欢的是你。啊！她明明是个好女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遭受这一切？为什么？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你，你知道她得鼓起多大的勇气？现在她死了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耀子啊，你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冷血动物啊？啊！我曾经不是。从10年前的大火之后，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。我能记住发生在我身边的所有事情，并将记忆封存在这儿。那场大火夺走了我的一切，除了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能见到死去的廖志白了。不如你同我交流下，咁究竟你嘅初吻甜唔甜啊？这不是你同班同学马多了吗？思源，10年前的案子先放一放，破案要紧。最近馬崔申請腦槽比格利亞版4數連爬，細炒空款本身高脆，回令人一嘴長談且富態過對半，全七寸命很純，隨時過杯馬產上水上。医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这儿有这么高的学生折扣，我这病可能就耽误了。给你们减轻负担，也是为社会做贡献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关于你留学的事儿，哎，这是我做的一家公益机构，目前正在做一些针对留学生的公益项目。像你这种每次都是学年第1、第2的成绩，我们机构都会给一笔不小的补助。如果你需要，就打给我。
那医生，我先回学校。好。梅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好。哟，哎，这么巧啊！二位警官怎么来了呀？是哪儿不舒服还是？啊，我同事中午吃多了，肚子不舒服，路过诊所，心想进来开点药。嗯，对，胃疼，老毛病了，你帮我开点普通的胃药就行。好，我让护士处理一下。小玉啊，哎，来，给这位警官拿一点胃药。好嘞。啊。啊，没想到这是你的诊所。啊，是啊，好多年了。别紧张，不是在警局。坐，坐。好，谢谢警官。哎，昨天还把你叫来问话，没耽误你做生意吧？怎么会呢？比起人命关天的大案，我这个小诊所关2个小时，耽误不了什么。再说了，还有护士打理。 4天前的晚上7点钟，你这儿开门了吗？关门，我不在。哦，你不是说你不在的话，护士会帮你打理的？药来了。同事的药，免费。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我们俩去开了一个会，会后呢一起吃了个晚饭。是啊，那天宋安医生喝多了，我送他回的家。哦，是。 忘记那天还是小丽送我回家，然后她自己回家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不用太紧张。我记得好像也是。 没开门，对吧？对。莱拉家就住楼上。这也太近了。你刚才没问他莱拉的事，为什么呢？ 他在警局给我们的态度就是，他跟这件事没关系，只是碰巧成为了目击证人。谁？我也不认识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可我刚刚问他那天晚上诊所门开了没有的时候，他说没开，可监控显示是开着的。在不知道我们要问什么的情况下，他还是选择了撒谎。他一定有问题。莱拉不想见的那个人，大概率就是他。查查他这几天所有的行程。 也许就能找到莱拉的尸体。知道了。4天前的晚上，我回来取一份女孩的资料，所以确实是开着门的。 既然警察盯上我们了，我们后面的计划是不是要先停一停？这一切都太巧合了，莱拉的头怎么会在我的石头里？怕是有人在查我。去帮我查一下这个人。这是谁？那天在警局被叫来问话的学生。 听说是莱拉的同学，你去帮我查查，他是不是姓廖，老家是不是永安村的？我知道了。佢家咱贫苦得，
你實真酷，佢講你喺冇喊咩係，你也沒看到也酷球迷，温度好鬼迷，狗真不進去，無可不流怒，有啲阿仔對外馬來家好村皮先嗨，牛嘛會讀球迷，全無互選路這帶，拉人路正撇，你也讀哈嘛哈。關於勝區，佢聽才就隨當衰排定嘅。別兵他的兵也可兵不過哎，兵能不作為啊？說什麼呢？公冕都媽媽，人都已經不在了，能不能留點口德？他自己不檢點，他的父母還來學校裡面丟人現眼，我說這些算什麼？我已經很克制了哈。怎樣？你要打人是不是？松，你上回給教導主任發信息那事兒，學校怎麼給你處分的？你少！你要不說這個事情，我都已經忘記了哈。這次真好，連你一塊收拾了。不合大學生行為守則第11大項第8條。留校查看期間，如果再發生暴力行為，是可以直接開除的。你要不再想想？戴什麼手錶？快戴上。走。看不出來啊，反應這麼快。我只是不想我朋友人都不在了，還要被他們造黃謠。他們剛說什麼？萊拉父母怎麼了？啊，對了，老師剛剛還找你呢，讓你去趟會議室，快去吧。人家現在女兒沒有了，你們現在在這裡跟我講什麼啊？如果是你們自己的女兒沒有了，就值6萬塊嗎？6萬，6萬塊！好了，其實我們的訴求啊也很簡單，我女兒每個月給我4000普納，我們要求校方按照我女兒10年的收入賠給我們，再加上一些精神損失費，一共也就80萬。80萬對你們學校來說不高吧？我們真的非常理解二位悲痛的心情，但實際情況是，萊拉是死在學校外面，我們學校是沒有責任的呀。怎麼就沒有責任了？啊，我女兒剛剛人沒有了，你們就想推卸責任是不是啊？這樣，這個是萊拉的朋友，他也去警局問話了，讓他跟你講一下情況好嗎？我不聽。他一個小孩子家知道什麼呀？啊！我們現在是要賠償，我女兒沒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們來聊錢的事情啊！跟他沒什麼關係。阿姨，您知道萊拉這個學期成績是多少嗎？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啊？那您知道他每個月給你們的錢是哪賺的嗎？我不想聽這些。你買的新手機，花的也是萊拉的錢吧？你知不知道他的舊手機屏幕碎了半年都沒捨得換？這些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你出去吧你，出去。所以你現在只關心萊拉死後能從他屍體撈多少油水。你根本不關心他是怎麼死的，他是為什麼死？你說什麼？啊？你是誰呀？你亂講話！你給我滾！你出去！這個是我們家的事情，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萊拉是我自己的女兒，是我親生女兒，是我身子掉下來的肉啊！活着的時候是提款機。死了是心頭肉，對吧？這個小孩子是誰啊？
那可是我的女儿啊，但是得加钱。怎么了，思远？别想了啊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过的是这样的生活。送药那天晚上，他明显是有话想说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了，我还得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廖思远，怎么了？上次社会实践，谢谢你让我加入你的小组，要不然我又要落单了。不客气，下次我们还可以一组。好啊，谢谢你。走了。我没有留下来，是因为不敢面对他的心意。如果凶手就在屋里的话，他的挽留会不会是他最后的求救？如果我当时多问他一句，多关心他一下，是不是他就不会死了？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呢？哥，脑袋被砍下来，一定很疼吧？你叫我查案吧。你不是一直不想学吗？可是莱拉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不想看见他那对父母伏在他尸身上吸血，也不想看到那些无关的人对他非议、揣测。我希望莱拉知道，即便他已经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他曾经经历了什么。别人不关心的事情，我关心；别人不想给的正义，我来给。可是思远，一旦做了这个决定，你就会看到与日光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你会看到人性最残忍自私的一面，也可能永远对人失去信任。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一旦迈出第一步，就回不了头。但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要成为一个探视人吗？探视人是什么？兄弟，小时候让你看的书都白看了是吗？探视人就是侦探，但我比较喜欢探视人这3个字，因为听起来比较有文学性，有格调。行了，别叨叨了，你懂吗？侦探都被用烂了。福尔摩是大侦探，我廖志白是个探视人，你呢？廖思远也是个探视人，听起来就很酷啊！什么侦探，哎。查到了，他叫廖思远，的确是你们永安村的人。还真是廖家老二，看来是冲我来的。冲你？你们是有什么过节吗？
很深重。夜色长的下无尽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未曾该被掩埋被遗忘，月琴之上还温热的香再次被点亮，是谁的伤操纵着谁在谎言尽头面具背后腐烂的谁的温柔，不开尘埃用灵魂去感受命运的锁链，操向我们今后背叛你所有，若你不死我不休，那就一起去见证最后。